欢迎来到咖啡屋，我是一彩。姐妹们，天气一凉，你有没有陷入穿搭危机？去年穿的嫌旧，新买的怕踩雷，想保暖怕显胖，想时髦又怕太装嫩。其实真正拉开气质差距的不是价格，而是你会不会挑。一件合适的外套让你从普通路人变成有风度的女人。今天教你挑对5件外套，让你温暖不臃肿，减龄又有型。第1件，麂皮外套，柔软的刚刚好。我发现今年有个明显的趋势，棕咖色的麂皮外套悄悄火了。你走进任何一家品牌店，从轻奢到快时尚，都能看到它在陈列架上低调的发光。去年它只是时尚圈的小水花，今年它已经成了各大品牌秀场的常客。miu miu、Celine、Chloe、飞等，几乎每家秀场上都能看到麂皮的身影。为什么它会突然火？其实答案很简单，它很像我们，温柔却有力量。麂皮的质感柔软，有一点厚度，又不会沉重。它不像皮衣那么硬朗，也不像大衣那样厚重。它身上那种哑光的柔光，能让一个中年女人看起来更温柔、更稳重、更高级。麂皮外套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能讲故事。它的颜色带着一点时间感，那种复古的棕、焦糖、茶咖色，看起来就像被秋天的光打磨过。如果你是肤色偏黄偏暗的姐妹，别怕穿浅驼色，选暖调一点的茶棕或焦糖色，反而更提气。那种颜色不抢眼，却非常衬人。在搭配上，它也很百变。想要温柔感，就选驼棕麂皮外套加米色针织衫加半身裙加小皮鞋，轻轻一搭，整个人温柔又知性。想要帅气点，深棕麂皮外套加牛仔裤加马丁靴，走在街上，整个人自带复古电影感。还有一个小技巧，如果你觉得麂皮有点素，可以在脖子上加一条丝巾，或者配一条细腰带，小面积的点缀就能让整套穿搭更有层次。我特别喜欢麂皮的另一个理由，是因为它经得起时间。你穿1-2年，它不会旧，反而更有味道。那种轻微的磨痕、色差，就像岁月在它身上留下的故事。很多女人害怕自己老气，但我想告诉你，真正显老的不是年纪，是你拒绝尝试，拒绝改变。麂皮外套的美就在于它能让你慢下来，它不张扬，却有温度；不显眼，却有存在感。就像秋天本身，温柔、宁静、有力量。第2件，皮夹克，女人的第2层盔甲。姐妹们，我们刚刚讲完麂皮的温柔，现在来点酷的。今年秋冬第2件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外套就是皮夹克。你可能会说，皮夹克不就是年轻女孩穿的吗？我这个年纪穿上怕太装，但我想告诉你，皮夹克真正好看的不是18岁的姑娘，而是懂得生活、有一点故事的女人。皮夹克之所以经典，是因为它兼具了力量与自由。它有硬朗的外壳，却能让你展现内在的温柔，就像一个经历过风雨，还依然选择笑着面对生活的女人。那皮夹克要怎么穿才不显刻意？我总结了3个思路。一是柔加刚的混搭是最迷人的平衡，比如皮夹克加针织连衣裙，皮夹克加百褶裙，皮夹克加丝质衬衫。这种搭法不仅能削弱皮衣的硬气，还会让整个人看起来柔中带劲，有女人味却不矫情。2是长加短的比例是显气场的关键。皮夹克最怕的穿法就是上宽下宽，会显得整个人很鼓。你可以这样调：上短下长，短皮衣加高腰长裤，拉高腰线，上合下松；皮衣加阔腿裤，松弛慵懒，
上合下短，皮衣加中长裙，显腿长又优雅。如果你身材偏小个子，记得选那种刚好到腰线的短款皮夹克，别选太长，会压身高。如果你肩膀宽，骨架大，那就选稍微顺肩的直板型，有一点空间，反而显得气场大又舒服。3是颜色决定气质，黑色是永远的经典，代表力量；棕色是低调的高级，代表温度；酒红色是优雅与魅惑的平衡点。皮衣最特别的地方是，它越旧越有味道，那种细微的折痕，那一点磨光的边角，都像是在说，我不是新衣，我是你的故事。有时候女人也该有一件这样的衣服，不用闪，也不用夸张，但穿上它就能提醒自己，我不再需要谁来保护，我自己就是盔甲。如果你觉得皮衣太硬，那就试试皮毛一体的款，它保暖轻盈，还带一点温柔的质感。像焦糖棕、奶茶色这种，搭配针织衫或高领毛衣，整个人既温暖又有气场。我自己有一套最喜欢的皮毛一体穿搭，焦糖皮衣加奶白针织加卡其阔腿裤，不管是去见朋友还是喝咖啡，别人都忍不住说这一身好高级。第3件，西装外套，让女人有界限也有温度。姐妹们，前面2件外套，一个柔一个酷，那今天这一件是所有有气场的女人都绕不开的经典西装外套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越到秋冬，越多女人开始穿西装？不论是去上班、出街、喝咖啡，哪怕只是出门买花，只要披上一件西装，整个人立刻有了角色感。我一直说，西装是一个女人的盔甲，但它不是冰冷的，它有温度。那种温度是你对自己生活的尊重，是一种我不必强势也能有底气的气场。我记得有个粉丝留言跟我说，一彩，我穿西装就觉得太正式，好像要去开会一样。我笑着回他，那是你还没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件。因为西装的魅力就在于，它不是用来装的，而是用来承载你性格的。如果你气质温柔，西装会让你更利落；如果你性格干练，它会让你更优雅。真正的高级感不在西装本身，而在它替你发声的方式。第1种，大廓型西装，松弛的权力感。今年秋冬的大趋势非常明显，越宽越高级。那种大廓型宽肩线的西装，一穿上，整个人就有了气场开挂的感觉。以前我们总怕西装显胖、显硬、显老，但其实只要学会松弛感穿法，它就能从女总裁变成高级女人。比如西装加白 T 加牛仔裤，西装加高领针织加伞裙，西装加阔腿裤加乐福鞋，这些都是我亲测过最能显气质的3种搭配。重点是不要扣扣子，让西装开着穿，露出一点内搭，整个人就显得轻松又有层次。第2种，彩色西装。比年龄更重要的是亮度。很多人听到彩色西装就退避三舍，觉得那是年轻人玩的，太跳了。其实错了，中年女人更需要亮，只是这个亮不是浮夸的那种，而是有光的自己。比如淡粉、奶杏、青灰、薄荷绿、焦糖橙，这些低饱和的色彩在秋冬灰沉沉的背景里，反而能让你看起来更干净、更精神。第3种，套装西装，简单即高级。当你不知道穿什么时，一套顺色西装永远不会出错。它能帮你省去搭配烦恼，同时也能让人觉得你很会穿。尤其是那种驼色、灰色、墨绿、海军蓝的，永不过时，还自带高级气。而且
姐妹们，西装最厉害的地方不在外形，而在心态。当你穿上它的那一刻，你会发现你开始挺背、收腹，走得更稳。那不是衣服改变了你，是你在告诉自己，我值得这样被看见。所以我常说，西装不是用来取悦别人的，它是让你学会和自己站在同一边。异彩的西装3不选法则：不选亮面料，太硬、太闪，显廉价；不选垫肩过高，容易显壮；不选颜色太深，会把气色压暗。推荐的关键词是哑光、松弛、低饱和。只要这3点对了，无论你50还是60岁，都能穿出气场与温柔并存的美。第4件，针织马甲背心，层次感的魔术师。姐妹们，如果说麂皮外套是秋冬的温柔，皮夹克是秋冬的锋芒，西装外套是秋冬的气场，那针织马甲背心就是秋冬穿搭里的灵魂小心机。我常说，一个会穿马甲的女人永远不会显得笨重，因为她懂得秋冬穿搭不拼多少层，拼的是层次。我有个学生家长朋友，他是老师，平时穿衣特别保守，永远是针织衫加黑裤子。有一次他来找我说想换点风格，但我怕穿太复杂，学生笑我装年轻。我让他试了一件奶咖色针织马甲，里面配浅棕色针织，下身是牛仔直筒裤。当他照镜子那一刻，整个人的气质变了。他笑着说，这不就是我吗？文静但有点小讲究。我告诉他，对，这就是马甲的魔法，它不会让你变样，它只是把你最好的一面轻轻放大。针织马甲为什么这么火？其实很简单，它实用、显瘦，还有温度。秋冬气温多变，早晚冷，中午热，穿毛衣嫌闷，穿衬衫嫌单薄。这时候一件针织马甲就能完美平衡，它能增加一层保暖，又不厚重，能叠出层次感，又不乱，而且它非常友好，上班、出街，甚至居家都能穿。异彩私藏的3种马甲穿法：一是经典文艺风，针织马甲加白衬衫，永远不过时的组合，尤其是奶咖、米灰、浅驼这类温柔色，能立刻显肤白，有气质。想更知性一点，就在衬衫领口露出一点小丝巾，轻轻点缀，一下就从普通老师变成气质女文青。二是通勤清幽风，西装马甲加高领针织。如果你平时需要出现在正式场合，又不想太板正，那西装马甲是最聪明的选择。它比西装外套更轻，但一样能撑气场。我特别推荐灰色、卡其、深驼色这几种，不挑人也不显老。下身配阔腿裤或长裙，再加一双小皮靴，优雅与干练兼具。三是休闲减龄风，羽绒马甲加卫衣。别以为马甲只能文艺，它也可以很青春。尤其是短款羽绒马甲，保暖显高又不压身材。我经常周末去超市接孩子，就穿米白羽绒马甲加灰色卫衣加牛仔裤，轻便干净，不用刻意打扮。那种轻松感会让你从头到脚都松弛下来。其实啊，女人一旦学会松弛穿搭，整个人都会变美。一彩的选马甲法则：一是颜色越浅越显高级，不要怕浅色显胖，浅色马甲反而能提亮肤色，减轻厚重感。像奶白、杏色、薄灰这几种我闭眼推荐。二是版型要顺身不紧身，太紧会显肚子，太松又显拖沓。选那种刚好能盖住腰线，留点空间的最显瘦。三是材质要有筋骨，别选那种软塌塌的薄毛线，容易显廉价。选稍厚有纹理的针织，看起来立体又温柔。针织马甲就是这种温柔的力量，
它让你不需要去装年轻，也不需要刻意显瘦，你只要穿上就能看起来有分寸，有温度。所以我常说，女人真正的高级是不喧哗的，而针织马甲就是安静女人最好的外套。姐妹们，这就是今年秋冬第4件外套，针织马甲背心。它看似普通，却藏着穿搭的智慧。它不张扬，却能让你温柔地被记住。接下来我们要讲最后一件外套，每年秋冬都绕不过、永不过时的王者风衣。一件能让你走路带风，更能在寒风中保留你的优雅。第5件，风衣。秋冬最懂女人的那件外套，姐妹们，每年一到秋冬，总有那么一件外套能让女人走路带风，那就是风衣。我常说，一个女人的衣柜里可以没有皮草，没有名牌，但一定要有一件风衣，因为风衣是你所有气质的载体。为什么风衣是秋冬第1件？首先，它百搭，可以搭裤装、裙装、针织衫、高领毛衣，可以上班穿、约会穿、旅行穿，不管怎么搭都不会出错。其次，它显气场，尤其是那种肩线利落、腰带收紧的款式，一披上，整个人立刻立起来。你可以什么都不说，但别人看你的那一眼就会知道，他不是随便过日子的人。最后，它有故事。风衣这种东西穿得越久越有味道，那种微微泛旧的褶皱，随风飘起的下摆，都像时间留在你身上的柔光。今年的风衣真的特别好看，我研究了各大品牌的秋冬秀场，几乎都在玩领子，有的夸张，有的立体，还有带褶边的，连极简主义的设计师品牌都忍不住搞花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领子能决定气质，比如大翻领会显脸小，提气场；小立领会显利落优雅，而无领款则更文艺，有法式随性。我最近新买了一件浅驼立领风衣，内搭白色针织，光是领口的层次就能让整套穿搭显得高级。我知道很多姐妹怕风衣显老显高冷，那是因为穿法没选对。以下这3个小技巧能让你轻松穿出高级不装嫩的感觉。第一个技巧，不要系太紧，风衣腰带千万别勒死，松一点，垂一点，随意一点，才会显得轻松自然。就像那种走在巴黎街头，风轻轻一吹，衣摆飘起的女人，那份随性美才是真正的风衣灵魂。第2个技巧，搭配浅色内搭。很多人喜欢驼色风衣，但里面还搭深棕、深灰，整个人就会暗沉。试试浅色内搭，米白、杏色、浅灰、薄荷绿，立刻亮一个度，还显年轻。第3个技巧，袖口要露一点儿，别把袖子拉太长，让衬衫或毛衣袖口露出一点点，有层次，有轻盈感，看起来比整套包裹住的造型更灵动。一采推荐3种风衣搭配公式。第1个，通勤气场型，米白色风衣加白色衬衫加同色系西装裤加乐福鞋，上班穿这套稳重利落不费力，一出电梯你的气场比简历还好看。第2个，法式松弛型，驼色风衣加牛仔裤加乐福鞋加黑色针织，不刻意却高级。如果那天你想出去散步喝咖啡，这一身最能诠释慵懒的优雅。第3个，文艺知性型，焦糖风衣加米灰长裙加短靴加贝雷帽，这一套我拍照时特别喜欢。风吹起裙摆，阳光落在布料上，整个人就像从老电影里走出来。选风衣有3个关键点，一是看材质，棉质风衣最日常，混纺面料更挺拔，真丝混纺带一点光泽会显得贵。2是看长度，小个子选中长款，
盖到小腿肚最显高。高个子可以选长款，更有气场。3是看颜色，今年最流行的3种：奶茶、浅灰、焦糖。这3种色对黄皮、暗沉肤色都友好。风衣这种东西，它真的懂女人，它懂你不想太张扬，也不想太平淡，它懂你想温柔，但也想有点力量，它懂你在岁月里学会的那种体面。姐妹们，我们从麂皮的温柔到皮衣的锋芒，从西装的气场到马甲的层次，最后走到风衣的从容，你会发现外套从来不只是衣服，它是你在这个秋冬对自己的一种温柔表达。当你挑选一件外套的那一刻，其实你在问自己，我想成为什么样的女人？麂皮外套是温柔里的力量，皮夹克是独立里的柔软，西装外套是自信的边界，针织马甲是生活的智慧，风衣是优雅的底气。它们加在一起，就是一个女人在岁月中练就的模样。我曾经问过一位60岁的观众，你觉得穿衣这件事对女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他想了想，说是看起来舒服，也活得舒服。那一刻我特别感动，因为他说中了所有穿搭的本质。衣服不是为了取悦别人，是为了让自己重新喜欢镜子里的那个人。也许你每天都在忙孩子，忙家务，忙工作，没空去精心打扮。也许你觉得年纪大了，穿什么都一样。但我想说，只要你愿意为自己多花5分钟，哪怕只是系上一条丝巾，换上一件合身外套，你都会发现，那一刻你整个人的气场都变了。那不是衣服变了，而是你心里重新亮了一盏灯。所以啊，别再为了年纪、身材、眼光而束缚自己。你可以温柔，也可以锋利，可以安静，也可以闪光。岁月不会夺走你的美，它只会让你的美变得更有故事。这个秋冬，请你为自己挑一件外套，不一定贵，不一定新，但一定要像你，让它陪你去上班，去散步，去见老朋友，去喝那杯久违的咖啡。当风吹起衣角的那一刻，你就会明白，真正的气质不在衣服上，在那个穿衣的女人心里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